Hello， 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星星绕地球，我是星星。然后今天这边阳光特别好，然后所以说在室外来跟大家录一期视频，让大家看一看美丽的湖景，心情会更好。然后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时事。然后最近洛杉矶的一场抗议，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是ICE protest， 然后就是沸沸扬扬，感觉2024年从川普上台以来之后呢 ，tariff 贸易战，然后收紧移民政策，直到最近洛杉矶爆发的一场就是抗议的人跟警察产生了剧烈的冲突。然后呢，这一次的事件真的是把这一切的事情就推到了风头浪尖。这一期其实我想来聊一聊，像现在这种社会动荡和结构变迁的背景下，对于美国房地产的影响，房地产还能不能投要投的话应该怎么投，尤其是南加州。然后其实6月20号在洛杉矶市中心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抗议游行，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它就是数百人围堵联邦大楼，然后反对 ICE 移民执法局突袭遣返非法移民。然后呢，与此同时呢，2025年非法入境的人数呢，其实在美国已经突破了150万，这还是可记的，不可记的就更不知道了。然后很多这些非法移民呢，都被安置在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大城市。那么我所在的洛杉矶呢，我自己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是2024年过来这边买房子，然后感觉其实真的很多这边感觉南加州当时我印象不是很好的原因，就是它有点给我感觉人口素质良莠不齐，这边真的是超多非法移民的，就你能看到很多非法移民在这里打工的人，然后从事各行各业。这里我就不细说，我们这一期还是着重聊聊它对房地产的影响。这些发生的事件，我觉得不只是地方新闻，而是在重塑美国的城市结构。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聊一聊，在这种社会动荡和结构变迁的背景下，美国的房产还能不能投？如果能，又该怎么投？那第一部分，我想先来聊一聊这一次的洛杉矶抗议，它究竟是一个偶发还是一个预警？然后，对这一次的抗议，其实表面上呢是执法争议，但是我觉得它实质上暴露出了3大结构性的问题。然后，一是阶层撕裂，然后这种对立性的阶层，然后资源紧张、文化冲突，这3个结构性的问题正在迅速的加速蔓延。然后洛杉矶呢，就我所在的洛杉矶，大家都知道它城市多元共存的一个象征。然后呢，但是如今在市中心，像 K-Town、Korean Town、Hollywood， 其实越来越多我在那边的朋友就说现在这个城市已经变了，就那边变得越来越的治安差、脏乱差，就是居住环境越来越糟糕，所以很多人已经不愿意住在那个市中心。然后其实我们从大家的抱怨中看到的是人群的情绪，但是投资人其实更看到的呢是这个城市的安全感的一个坍塌。因为别忘了，房地产价值的核心支撑不是房租，也不是贷款利率，而是大家居住的信心。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想跟大家讲一讲是这个移民潮，就是以洛杉矶为代表，其实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大国，其实移民的问题一直是沸沸扬扬在讨论的一个问题。然后其实川普上台几次收紧移民政策，还是有大量的移民涌入这些城市。这一次在洛杉矶的抗议移民政策的 protest 呢，它的起因呢还是因为移民潮。其实因为美国一直是一个移民大国，它的移民一直是它的话题。那这一波移民潮冲击的呢，不只是边境，那更是很多一些大城市的它的一些日常运作。因为这些非法移民也好，基本上是集中在大城市，也是被安置在大城市的边缘。相对我们的影响，其实我都有感觉，它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就是安置这些移民的帐篷营地的蔓延，它侵入了中产的社区，然后公共资源过载，那学校超额，医院排长队，警力吃紧，那夜间的治安明显恶化。然后前段时间 protest 的时候，都已经出现了，就是不得不宵禁，然后我朋友来找我，晚上开车都不方便。然后现在中产阶级就开始了用脚投票，选择搬离这些热点区域。所以说2025年的洛杉矶呢，其实呈现了一种新的格局。然后房价呢虽然没有明显的下降了，但是变现变难，然后租金的涨幅呢趋缓，租客素质下降。所以说呢，市场开始重新计价风险溢价。
风险溢价，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的理解，风险溢价就是它因为这个风险，造成了它现在的价值的一种泡沫。所以说，其实在这种风险下，它的价值是虚的。然后所以说它是一种就是风险的一种溢价。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它的房屋的价值，它的崩盘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这么去理解它的风险溢价。以 Downtown LA 和 South Central 为例呢，投资型公寓的空置率呢快速上升，然后租金回报率呢已低于疫情前。那有人可能会问咯，那抗疫跟我买房有何关系？但是你要明白哦，房地产投资最怕的不是价格波动，而是接盘人的消失。我们这一期可能着重强调就是接盘这种时局的影响，移民政策的收紧，然后治安的变差，接盘人的变少，而导致这个升值减缓，甚至于会产生可能下跌的更大的风险。我们来看看华人其实最关注的新兴社区 Irvine。Redfin 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5月 Irvine 的房价中位数差不多是157万美金，同比下降了5.7%。那平均的上市时间呢，就是卖房的上市时间呢，拉长至40天。那我们可以看到，40天其实还是很快的。它虽然仍然属于卖方市场，但是呢，溢价的空间已经明显的扩大，买气减弱，就是说买家越来越少了，意味着什么？接盘的人越来越少。那 Zillow 已经有警告了，Irvine 的房价就是在近几年已经偏离历史的涨幅趋势，超过了111%。那租售比呢严重失衡，就是入选为全加州高风险回调区，就是这里的房价涨幅呢已经成了一个泡沫。那如果要跌的话，那可能就非常大的风险。关注我的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上个月呢我做过一次南加州的市场分析，当时提到过一个 Irvine 的真实案例，我们这里可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案例的房价从2018年到2024年翻了1倍多但是呢，现在这个300多万的房子每个月租金却不到7000，租售比还不到2.8%，这个是相当低的了。所以说现在入场的人如果还想靠出租养房，简直是相当于提前宣告破产，那是亏上加亏。但是呢，这一切呢并不代表Irvine就要所谓的马上崩盘。但是如果利率持续这么高挺，然后经济又收缩，那它极可能成为跌幅的领头羊。所以2025年的这个风头浪尖，时事话题不断的动荡不断的一年呢，我的投资建议是，如果你正在考虑是否入场美国房市，那么不管是自住、出租还是作为移民前的布局，那我都建议关注这3点。第一，避开抗疫频发区、移民集中区、空置率明显上升区，这3个是相关的。2呢，是像根据我之前的视频所提到，像佛州、德州和阳光地带的一些区域，就是跟踪人口结构与迁移趋势，留意一下谁在买，谁在撤，就是跟大势总之是没有太大错的。对。然后第3点呢，是房价涨幅已经透支，那未来看重的更多，我觉得是租金回报和持有成本的控制。所以说之前我的视频一直在比较现金流，就是一直在比较的就是租金回报和持有成本。对，因为这一点对于我们这种中产养房人来说，这是重中之重的，不是买不买得起，而是看你养不养得起，能扛多久。总之咯，2025年的房市考验的不仅仅是选房的眼光，更是你对大局的判断。那在通货风险上升，我觉得在美国目前比较动荡的时局下，就是真正值得投的地方，不仅仅要看价格洼地，还要看哪里是信任的高地，就大家对于居住安全感有信心的地方。在通胀压力和高利率并存的环境下，选错区域不仅回报差，而且持有成本也会成为隐形的负担哦。好了，那您是怎么看洛杉矶这一次的抗议事件和移民潮对于房地产的影响呢？然后欢迎给我留言，然后也记得关注、点赞我的频道，请支持我，谢谢。这里是星星，谢谢观看，大家下期见，拜拜。